好，我是小马。据说东京大概有5000家的咖啡店，然后是全世界排名第4名。知道排名第1的是哪里吗？我也是做了很多的调查和资料哈。全球排名第1的是在上海，有7000多家的咖啡店。然后呢，除了这种连锁的星巴克之类的这种大的连锁咖啡店之外呢，其实在东京有很多精品的、非常舒适的、环境非常优雅的咖啡店。那今天呢，小马就带大家去打卡4家比较精品的、有特点的咖啡店，然后我们去一起体验一下里边的这个雰囲気，然后顺便会打卡拍照。Let's go！我们来到了第1家，然后它是在南青山，叫做霞green绿色共享。然后呢，它的最大的特点呢，它是这里边有花、有树、有草，然后还有共享的办公室。然后据说共享办公室室内是要收费的，室外是免费的。我觉得很适合这种做设计呀或者创作的人员。然后比如说脑子固定想不出 idea 的时候，来这里转换一下心情，我觉得就是会提高工作效率嘛。然后据说这里边的就是咖啡店。它是粉色的背景，是非常的少女心，然后所以小马今天也选了一件粉色的外套，然后一会儿去买咖啡、买甜点，然后我们打卡拍照。我们本来想点一杯叫做柚子的咖啡，据说是夏季限定的，但是已经卖没了，所以我们就点了一个叫 flower 的这个咖啡，然后是咖啡soda，它里边是带气儿的。小马还是第一次喝，没有喝过。然后上边它有这种，给个近镜头，它有这种花瓣。这是什么花？玫瑰花吗？还是什么花？反正看上去就是心情让人会大好的这种咖啡。我的前边呢是控场，是这个草坪。然后草坪的对面呢，说是室外的共享办公室，但是我有看到有小朋友在那里办公。其实有家族应该是平日住在附近的，会带小朋友过来逛一下吧。然后小马的后边呢是一个非常小资、非常浪漫的一个花店，还有卖一些装饰品、花瓶之类的。一会儿喝完咖啡，我们会去逛一下，尝尝这个味道怎么样啊？有点像沙瓦，像酒。喝不出来，完全喝不出来咖啡的味道，甜甜酸酸的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美味しい。Hello， 现在我们到了第2家。第2家呢是一家非常正宗的意大利的一个餐厅。然后据说呢，它是这个意大利的物产店、咖啡店、餐厅一家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结合。可以看到周围的这个外国的客人还是蛮多的，这可以说明这家的味道还是蛮正宗的。然后小马点了一杯这个意式的 ice 的咖啡拉杯，当然还点了很多吃的，还没有上。然后整个的环境是非常的舒适，非常的宽敞。后面的话呢，就是可以看到整个的明治神宫。咖啡我尝一口啊，酸味儿还是蛮重的，而且我觉得跟日本的小马平时就喝便利店咖啡，跟便利店的咖啡比，我觉得里边的水的成分比较多一点。我们来到了目黑区的神奶咖啡，小马也是第一次来这家，但是据说里边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咖啡的烘焙机，然后里边整体的装修风格呢是非常工业风的，然后定期这里呢还会给一些客人和对咖啡感兴趣的小伙伴们，然后去开一些咖啡的烘焙的一些课，然后里边的咖啡的味道怎么样呢？今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。有一种喝红酒的感觉，它是这样，是瓶装的。我点的是 Premium Ice Coffee，是这里边很有名的培邦的这个咖啡，酸味比较浓的咖啡吧。其实是挺好喝的咖啡，但不是我喜欢的味道。
我们最后来到了港区的冰松厅，靠海的非常自然、非常放松的一个咖啡店。然后前边的话呢是一片草坪，然后可以在那里边边喝咖啡边吃甜点。That's how you showed up uninvited. Now you're stealing all the light that I was just about to